大家好，我是大伟。中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失眠。我们说啊，一个好的身体啊，一定要满足什么呢？3分念，7分吃，最后10分靠什么呢？就靠你晚上这么7、8个小时。你前面3分念再好，吃的再好，你晚上这7、8个小时不好，对不起，你前面的全部都白搭。睡觉是最滋补我们身体的一件事的。我们身体当中，无论从孩童开始啊，它的生长发育，还是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新陈代谢，都是在睡眠当中啊开始工作的。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啊，他其实是非常伤身的。但是现在咱们人一到中年以后啊，很多人他里面乱了啊，然后呢就会导致躺在床上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呢睡着了以后呢，一有一点小动静啊，马上整个人怎么样，一激灵就惊醒了啊，这些都是不好的。今天咱们这个视频满满的干货，教你怎么样去让你的睡眠变得更香。首先呢有2个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一个是我们的神门，就是这里。第二个是我们的眉心这条线啊，一个点一个线，你把它做好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睡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今天的视频我会教大家这个方法怎么去做，我把手表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神门在这里，很多人他平常会怎么样？会去按，对不对？我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你就试一试。只要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心情啊，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咱们大多数睡不着的人，是不是感觉头上面总是躁躁的，头上面总是乱糟糟的，眼睛一闭就像放小电影一样？你就要把神门这里啊，平常多做一做。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咱们如果心火比较大的，这个手上啊去沾一点凉水啊，敷在这个神门上，沾一点凉水打在上面，然后神门放在一起。你看2个地方合在一起啊，然后就这样画圈啊，把这个冷冷的水啊变热了以后，慢慢的没有了，被吸收了以后，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这个心火啊不是那么大，你就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点和这个点2个点对在一起，然后画圈啊，互相画圈，就这样放在我们的胸口啊，就这样去做。眼睛闭起来。闭起来以后，调整你的呼吸，吸气，慢慢的吐气，就这样慢慢做，速度不用很快，有节奏的慢慢去做，做一会儿，你的心就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好，这是第一个方法，我建议大家平常没事的时候，或者在晚睡前啊2到3小时，最好你泡脚的时候做一做，这都是非常好的。好，第2个方法是什么呢？第2个方法就是找到我们的眉心啊。眉心这里有一个点，然后往上去推这条线，一线天，我们叫做踩天梯，把我们的整个头部的这张网络啊给打开。来，用我们的大拇指这一侧，大家看啊，做出一个什么拟真棒的姿势来，这一侧来往上去推，1、2、3、4，看到没有？来侧面看，1、2、3、4，交替去推。有的朋友如果感觉指甲比较长的，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用指腹啊，中指的指腹往上推，但这样推的话，头皮啊可能要抹一些油，对不对？我们这样推的话，手臂这里因为比较干燥啊，所以推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好。我们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0下左右，睡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做。好，这2个方法做完以后，你躺在床上，你躺一会儿，一会儿呢就睡着了，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如果前面2天你做的感觉效果不明显，没有关系啊。你坚持去做一个3到7天的时间，你会发现就在某一个点以后，你后面睡觉就会安安心心的，因为这2个点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心入睡的一个大点。好，讲完了这2个点以后呢，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小方法，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古语当中啊曾经讲过千金不受盗啊，这个方法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老人分享给我的，我现在把它公布给大家，只为了让大家能够好好睡觉。如果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以后感觉有用，不要吝啬手中的赞，给大伟老师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准备4样中草精华，哪4样呢？夜交藤、合欢花、薰衣草、檀香啊，就这4样，然后我们把它1比1的混合在一起。这个4样你可以把它打磨成粉，也可以把它就直接这样搓搓捣一捣碎了，然后混合在一起，装在一个香囊当中。
然后这个香囊呢鼓鼓囊囊的，你装上2个到3个啊，在家里面枕头下方你放上一个，这个床头上方你放上一个，然后柜子上面放上一个，就这样让你的房间当中啊充满着这种混合的气味。咱们要知道一点啊，这个鼻通脑窍什么意思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在困的时候闻一些辛辣刺激的物品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就提起神来了？那么你在亢奋或者烦躁的时候，把你身处在一片花海当中，你闻着这个花香，是不是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其实一样的道理，我们只是通过这4种这种味道把它混合在一起，通过这个味道进入了我们的鼻腔到我们的大脑当中，闻着这个味道，它就能够怎么样，把我们大脑当中比较兴奋的一些点，一些比较燥的一些点把它按下去，这样的话你就能在睡觉当中平平稳稳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非常的全，从我们的身体到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妙招都分享给你了。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朋友一定要知道一个动作叫做乞丐坐。这个名字乍一听是不是感觉差点意思？但是其实你只要学会了这个动作以后，你就知道它对于我们的脾胃帮助有多大。你坐一会儿，整个肚子里面就咕噜咕噜响。为什么动作的名字叫乞丐坐呢？就是在以前你会发现那个乞丐呢，其实我们说俗话叫讨饭的他经常是饱一顿饿一顿这个上一顿吃得饱饱的，下一顿就饿了。有些乞丐呢讨不到饭，一饿就好几天。还有很多的乞丐呢都吃的别人剩下的东西你会发现无论他们怎么样，他的脾胃就是非常的强大。不管怎么去吃，不管是不是按时按顿的吃，这个脾胃就是不出问题。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就发现了这个乞丐平常就喜欢做一种姿势慢慢的通过这个姿势去尝试就流行下来了一个做法叫乞丐坐。而且呢，很多人通过这个乞丐坐做完以后确实发现这个肚子里面特别的舒服。坐一会儿以后肚子里面就咕咕响。咱们话也不多说大家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今天教给大家这个乞丐坐，再教给大家一个南怀瑾养脾胃的一个方法，这2个方法把它结合起来，1加1大于2，让你的脾胃在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就能得到一个彻底的强壮。我们先来讲乞丐坐。乞丐坐很简单，大家记住这个口诀就行了：右手扶左肋，左手抱右肩，双腿要并拢。好，形成这个姿势以后，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身体弯下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动作是在饭后30分钟去做的饭后30分钟，我们把这个姿势做好，你看就这样。好，慢慢的把身子往下弯就可以了，就这样，很简单，简简单单的但是在这里我要提示大家，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你看他弯不下来。他就这个感觉肚子这里就一团气在顶着，怎么弯也弯不下来。不要着急我们就慢慢的就保持不动，放松正常呼吸。你会发现一会儿这个肚子里面就咕噜咕噜的，咕噜咕噜响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它就沉下来了。它一沉下来，这就代表着我们捆绑着脾胃上面的一条锁给它崩断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然后慢慢的下来了以后，再保持一个2到3分钟，就这样头一低低着头做就行了。乞丐坐呢，它其实是一种解法，把我们肚子里面不好的气给它排出来，不让它再给我们的脾胃捣乱了，给脾胃减轻压力。但是你要记住即便你做完以后舒服了，你的脾胃该弱还是弱，我们还是要把它再强壮起来。怎么样去强壮呢？其实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南怀瑾老师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研磨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这个小丸子不要小看它，它的能量非常的足。你看这个艾绒至阳之草然后加上这个花椒，窜走能力又极强，桂圆肉呢又能补脾养胃，这3者粘合在一起就非常的厉害了。放在肚脐当中，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把它封贴好，这个时候呢，它就能顺着我们肚脐这个通道直达我们的脾胃，把我
我们的脾胃啊养得强强壮壮的。很多朋友啊他自己没有时间去做，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家里面人啊都在用的一个肚脐贴，就是这个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蓝怀金老师也多次分享过。那么这个肚脐贴为什么说它好呢？咱们盖子一打开就能闻到里面很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你要知道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味道越真代表着里面的选材用料啊就越好。咱们拿出一个小丸子啊，然后再用它送着的这个封贴纸直接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睡前去贴就行了。在这里啊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像现在天气冷了，咱们取出2颗小丸子，额外再贴在脚底的涌泉，还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身体当中的肾阳之气。这个肚脐贴啊，我的很多粉丝朋友们呢用完以后反馈啊都是非常好的。有的朋友啊刚贴前面2到3天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呢他每天去贴到第4天第5天左右啊，他的身体啊有的人会出现一种排他反应，比如说肚子里面啊总是往下去窜气啊，一直窜气，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强化脾胃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也有的朋友呢会不断的往厕所跑，整个过程大概持续1到2天，但是你过了这个过程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脾胃突然变得特别的轻松，吃进去的东西啊，它不再是像溜一下又出来了，而且在上完厕所以后再回头看一眼，你会发现它的形状也变得更加的结实，不像以前啊不成形。而且很多朋友用完以后，最明显的感受啊，就是你的精神状态和你的整个身体啊变得更加强壮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年龄越大的人啊，越要重视我们的脾胃，因为只有脾胃好了，你的气血生化才变得更加的足，你的手脚啊就会感觉暖暖洋洋的。今天这个方法对脾胃不好的人来说啊，一定要重视。我们一定要记住，把第一个动作啊，它是一种解法，再加上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肚脐贴，它是一个强化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你单纯的去用某一种，它可能短时间之内啊会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是呢，它时间一到了以后，比如说我光强化脾胃，我不解开行不行？那肯定也不行。那我光解开，我不强化行不行？那肯定也不行。只有2个配合在一起用，才能做出1+1大于2。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有很多朋友啊，头上总是感觉压着一块大石头，每天这个脑袋呀都感觉有几十斤重，而且头上面昏昏沉沉的。一遇到一些刮风啊、下雨啊，这个季节突变的天气啊，这个头脑这一圈总是感觉什么呢？带着一个紧箍咒，就是这一圈啊，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有的朋友呢还会感觉啊，往上走的这个气血啊也不足了。今天呢，大伟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让你在脖子后面找到一个开关，再教你一个疏通头顶的方法，把这一套方法结合起来，做完以后啊，整个人啊就会感觉轻飘飘的，头上面轻轻松松，非常的舒服。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你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去念。好，我们先来讲头后面的这个开关，这个开关是在哪里呢？我转过身来给大家看，这个开关呢就在于我们的耳垂后2指啊。用我们的中指啊贴住我们的耳垂，然后呢在我们的食指的位置，大家看啊，贴好，在我们食指的位置就是这个点，大家看清楚了。然后呢用我们的大拇指压住，另一个手呢用我们的中指压住，把这2个点同时压住。然后呢另外一个手怎么去做呢？顺着这2个点的下方再压一下，也就是说把这条线啊给它压住，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看好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做好了以后，我们把手捏紧往后拽，正面看一下啊，捏紧往后拽，然后我们头啊往下低。你看这个位置来看的话，我的手是没有松的啊，一直是捏紧捏住了。然后呢，头往下低，保持住。啊，这个手啊往后拎啊，就做一个对抗。好，3到4秒钟以后回到正常的位置，然后再来捏紧呢，头往下低，然后3到4秒钟以后松，手上也松，头回到原位。最后一次啊，所有朋友跟我做一下，捏紧了以后头往下低，然后3到4秒钟以后回到原位，来感受一下。
自己是不是此时你的头上面、脖子上面轻轻松？你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被拿掉了？这个还没有结束，然后我再教大家另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结合起来做。我们先把这个开关打开，然后呢还要把我们头顶的这一张网啊给它理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道具，大家可以和我一样准备一把这样的小梳子，这个梳子叫做5齿经络梳，专门是梳头的一把梳子啊，因为它能更好的贴合我们的头部，同时呢它的下压力度啊也非常的好。我们先把我们前面的这一条线啊给它往上推一推，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你看来1、2、3、4、5、6、7，慢慢的往上做。大家注意看，在推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你整个里面啊，它有一些疙疙瘩瘩的小米粒。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点啊给它推开、推散。好，慢慢的往上去推，大概推上一个30下左右，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开天门，把我们的大脑袋两侧刮一刮。你看，来1、2、3、4、5、6，这个动作啊做起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是什么呢？你做着做着你会发现啊，脸上越来越热，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渗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啊，会把我们的整个气血啊往上面去引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去往上推一推，左右开一开。你感觉到这些小米粒啊，这些东西啊，你在推着推着，它就慢慢的散开了。有些朋友啊，做起来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一些疼疼的，都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就这样坚持做一做。好了，两侧打开以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上面头顶的这一侧，你看，从我们的发际线开始，一直往后到哪里呢？到我们的头后大椎，一直到后面，手越往后越好。来，1、2，把整个点啊给它打开，3、4，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好，来就这样去做。这个动作啊叫做通百会，因为你要知道啊，百会位于我们头顶的中间，所以呢，百会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沿着这条线啊，主线把我们的整个头部上方给打开。好，做完以后脸上会更热啊，更红润。这种热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热，会让你的脸部啊非常舒服，而且眼睛也会感觉看东西啊明显一亮。好了，有的朋友说做到这里结束了吗？并没有啊，两侧也要做一做。两侧做呢，我们是连带着我们的脖子，看来从这里一直到我们的脖子这里转一下，压下来，来1、2、3、4、5，好，我们一般是做上一个20下。来，右侧也是，注意看，我脖子这样一歪，这里是不是跳出一根筋？就把这里啊给它打开，2、3、4、5啊，两侧一起打开，那么这一步5步梳头法也就完成了。把第一个教的这个什么一把抓，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一个5步梳头法，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套动作。这一套动作做完以后，头上面就会感觉轻轻松松、轻飘飘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每天去做一做，整个人啊也会精神一整天。好了，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跟着我的这一套方法，每天都做一次。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肩膀是不是越来越厚？每天都感觉自己的肩膀啊被吊着，这个肌肉啊持续的发酸，非常的胀。而且很多朋友摸一摸自己的肩膀，摸一摸自己的颈椎，发现里面啊全是一些硬硬的筋结，好多的小疙瘩，这个肩膀啊常年发凉，非常的不舒服。讲了这么多啊，其实今天啊就为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啊，大家只要拿出双手跟着我做一遍，就能让你的整个肩膀啊变得非常的轻松。这其实是一套方法，你只要能够学会，你的肩膀啊将会柔软如初。好了，来讲方法啊，我们把手拿出来，然后呢找一下这个点啊，这个点呢就是中指，你看握拳中指点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劳宫。好，用我们的手指，你看点上去啊，用力的点上去啊，形成这样的。点上去以后呢，来感觉啊往里面发力，感觉酸酸的胀胀的以后，好，我们来握拳，来1、2，你看我手是点进去的啊，3啊，形成我这样的姿势，4啊，我们只要握上6下，来就能感觉到很神奇的事发生。好，6下握完以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耸肩。你会发现
当我这个手给它点到位了以后，我这个肩膀啊一下子啊就轻松了。为什么？因为把这个里面的经络给它打开了。好，我们右手也一样去做啊。你看，来找到劳宫，好，点进去以后，来握拳，1、2、3、4、5、6。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可以放到胸口啊，这样的话你点进去更有力量。好，做完了以后再活动一下。是不是两边一样都已经放松了？感觉有用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这个方法是打开我们肩周的经络，但是你要知道，肩膀不好的人，他不是靠简简单单把你经络打开就行了。我们的肩膀上面啊，其实暗藏着很多的一些筋结啊，一些疙瘩，包括你摸上去的一些老筋。这些地方你不把它彻底的柔化了，给它散开来了，这个地方它会越堆越多，就像冬天下雪一样，它会从一片雪花慢慢堆积成一个雪块，最后再结冰。这个时候你再想去松它就很难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它下功夫。我现在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准备这样一把艾草经络锤，这个鼓鼓囊囊的包里面啊，包裹的都是艾草。这个艾草有什么用呢？我边做边给大家说。我们用这个锤子啊，它敲击力度非常的大，大家听声音。好，我们把头啊歪向一边，然后呢，沿着哪里去敲呢？大家注意看啊，你看，一直敲着我们的肩胛骨啊，你看，从我们这里啊，就是这里呢，像一个山的脊一样啊，然后一直往后面延续，敲到后面，啊，从上敲，而且敲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脖子啊，一定要歪过来，把这里完全暴露出来，然后来敲下去，感觉是非常的舒服啊。因为它这个锤子呢，一方面它非常的紧实，敲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渗透感非常的好。另一方面呢，它是里面包裹着艾草啊，艾草呢是至阳之草，所以呢你在敲打的时候，它这个气味啊会随着这个震动啊从空气当中散发出来。你闻着这个艾草，又能帮助你啊活血通络，同时呢它这个气味在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也能很好的把我们里面堵着的点啊给它散开来。我们就这样敲啊，你看从后面看一下啊，敲。啊，非常的简单，是不是非常简单？好，左边敲完了以后，右边也是一样。啊，你会发现啊，你在敲的时候，皮下会有一些啊大的筋啊，一些紧的地方，甚至敲起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酸酸的、胀胀的，对不对？这些地方啊，都要通过这个小锤子啊，每天敲一敲，就把它敲通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啊，就是你当它通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一种暖流往上涌，这个脖子啊四周一下子啊就变得特别的暖和。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捶打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同时，这个锤子啊，它不简简单单是捶我们的肩颈啊，比如说我们的头部也可以啊，比如敲这里，啊，它的功能啊非常的多，两边都可以敲，轻轻的敲击啊。这个味道啊会不断的这样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同时我们闻着这个味道，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也非常的好啊。每天把头部啊这样敲一敲啊，如果你晚上啊睡不好，也可以这样试一试。这个方法用的很多，我后面会出一系列的视频，把这个锤子怎么用的，怎么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效果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用了我这套方法，会让你的肩颈啊一天比一天好。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支持，谢谢大家。